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一节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对岸中国目前的情况。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其实大陆最近可以说是在淹大水，尤其在华北这一地带7月份的天灾已经导致了1601万人次受害，而且因灾死亡失踪的人也来了147人，这么多。那么其实救援人员呢，他们现在因为面临着淹大水的状况，包括了他们用舟艇啦、铲车接力的来转移这些受困的民众，所以见得呢，这个水灾现在在大陆的状况有多严重。可以看到画面上呢，有一名救难人员呢，还抱着40多天大的小婴儿现在来赶快帮助他能够获救，不要受到洪水所害。那么4个月大的婴儿，甚至有人还藏在救生包里面被这个提调上直升机，就是为了赶快来即刻救援。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其实可以来说是蛮严重的。那么现在也有很多心急如焚的家长他们的小朋友才刚出生就面临到这么大的灾难。那么其实现在包括了连洪水都为涿州了，在救援艇的挺进恐2次泄洪，民众深夜现在是大逃亡的状态。不过现在呢，华北面临这么大的水灾，很多人都会问说，那么中共的领导人在哪里呢？他们高层呢还在北戴河，有人说是度假，分析是因为习近平认为北戴河会议更有意义，因为每年的8月中共高层都会在公开的场合之中消失，转到了北戴河去，号称是度假，会邀请部分专家一同前往，并在度假的时候以形式不拘的会面来交换意见。这个北戴河其实行之有年了，那么休假开始，现在有人就说了，秦刚案是不是大戏就在后头了？因为这一次呢，北戴河休假开始的时候，关于上任仅7个月就被解职的前外长秦刚谜团还是没有办法厘清。尤其是秦刚刚刚被解除了外长职务，但是他还是保有国务委员的身份，应该有资格来参加中国党政领导人的北戴河休假。但从6月25号开始，这秦刚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当中，甚至被拔关了之后，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他的去向，现在到哪里去，充满疑问。那么为什么北戴河这么重要？有人就认为了，这习近平是不是要清洗火箭军，要找出当时在里面是不是涉贪的这些人？前中国解放军参谋说，中共现在用奴才不用人才。他们说呢，很有可能呢是先前火箭军的高层向美国情报单位泄密，调查范围可能也涉及到秦刚，所以现在大家是不是在处理这件事情呢？尤其是过去北戴河会议一向是披着一个神秘的色彩，那么都做出一些重大的决策，像是哪些？1958年，毛泽东在这边决定要发动的823炮战，这个对于台湾来讲影响也很深远。1962年，阶级斗争再度升温，为4年后的文革埋下伏笔。所以有人就在想了，就是会不会借着这一次的北戴河度假安抚党员，而且要厘清秦刚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来问教授。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习近平不止内忧，更要小心外患，因为拜登下周就要颁布限制对中国的投资，所以是不是拜登现在紧张中国的强大了？那么可以看到呢，央视也讲到了中国基建世界第2，美国为什么着急了？2021年上任之初，拜登就说了，对中国的高铁可以说是羡慕不已，提出美国也要大力发展。2年多过去了，拜登的高铁梦现在依旧是镜花水月，没有任何的进展。那么现在纽西兰反对党的民调领先，号称呢赢得大选将接受了全面的中国资金。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尤其是如果赢得大选，他会接受中国的投资基建。法新社说，盟友美国和澳洲担心纽西兰正逐渐进入北京的政治影响范围。不过现在呢，美国做了那么多限制华为的行动，华为似乎是完全不为所动嘛，而且还浴火重生。可以看到呢，鸿蒙4正式发布，余承东就说了，华为手机业务正在回归的道路上，不死鸟华为上季智能机登陆占了大陆市场将近80%。华为的禁令使德国联邦铁路公司损失了4亿欧元，现在是不是让南非看了有所警惕？所以南非顶住了美国压力，拒绝禁用华为设备，还是要照用。那么现在缺芯之后会不会是缺电呢？美国 AI 巨头开始担心用电短缺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马斯克也预测2年之内我们将面临到的挑战将从今天的细极度短缺变成了电力短缺。央视也报道，美式经济胁迫贻害全球，美国政客最近又强行被中国扣上经济胁迫的帽子。经济胁迫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标准的标配。那么倚仗美元的霸权，切断其他国家的美元供应和交易渠道，透过实际行动向世界提供恶劣的案例。所以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往中国慢慢的靠拢，不甩美国了呢？我们先来问一下杨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大陆最近天灾不断，但是这个戴河会议是不是还是很重要呢？我觉得这一阵子的这个气候治理真的变成全人类最重要的问题。你看这种酷热加上台风、洪水，我们台湾这一次放了1天台风假，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也死了好几个人呢。那在大陆，当然我们看到了一些视频，我觉得其实蛮难过的那可是呢，在全球类似的这种风灾、水灾、酷热，使得人不断攀升，因此这不是单纯的个别国家问题了，真的是变成全球的问题。但是在中国大陆这真的跟我们台湾的政治不一样嘛？台湾的话，这个媒体一定会问：你第一时间总统有没有去？其实蔡英文台风也没去啊，对不对？但是呢，你某种程度为媒体，然后呢关注，这似乎是变成是像现在我们台湾的媒体会有一些国家的这种常态。但是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而言，它这次灾难这么严重，可是呢，它是不是在地方首长跟部会之间要现在忙着救灾，然后呢检讨怎么样去改善？比如说北京的这个下水道系统这一次凸显的这些问题。那如果习近平他跑到第一线去，也许可以展现出他关心这个议题。我想他一定关心这个议题了但会不会一下子就把这个议题放大？然后呢，使得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似乎好像要去究责。另外一方面，北戴河的这个会议如果因此延后或取消，是不是表示说这一次这个灾难的问题似乎已经变成是国家级的？所以他们的判断，我想是有他们的理由。但不管怎么样，这次的北戴河会议可能要处理的是好多内部的、国际的、经济的，然后呢外交的。可是我在那边同时要去提出来的基础建设这就是跟这个全球的气候治理有关系的，跟这个洪水也有关系的。基础建设，你知道全球G20有一个基础建设的这个计划，他去评估全球4大区域欧洲、亚洲、非洲跟美洲，大概全球目前需要94兆美元去做基础建设、更新基础建设、新的维护的各方面，但目前只有79兆的这个计划在推动，所以大概缺了15兆，而这里面缺的最多的是美洲，6.5兆你不要以为说都在中南美洲在北美也蛮严重的，亚洲缺了4.6兆，所以你看到这个基础建设涵盖什么东西呢？涵盖道路、铁路、港口，然后呢机场，还有呢水的治理。水的治理包含水资源，包含水这个洪水各个方面还有电跟能源，以及呢通讯，所谓的数位基础建设这7大块。我们现在刚开始有个G20，在前几年才把所谓的全球基础建设当成一种就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只是把这个数字计算出来而已。但是你看哪一个国家真的全世界在做自己国家内部或者是跨国的我必须要讲，一带一路过去这10年，一带一路10周年的针对开发中国家、全球南方是做了一些但也遭受一些批评。G7 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所以每个国家自己，当拜登来说中国 No.2， 美国是好像第24名，对不对？我一直想知道他这个资料是哪里来的，但是呢，就是显现出基础建设是我们最重要的。你如何面对这些洪水跟现在的全球的气候治理？当然不要像我们那个民进党的所谓的前瞻计划，那个基础建设要3000万，结果给了81亿，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好，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苑老师，苑老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北戴河会议？接下来是不是秦刚的大戏在后头呢？我先强调这个我活这么大以前听到台风这个台风进入大陆以后没有超过浙江的大家都学过地理，而且我那个新闻我都会讲，这个低气压进入大陆以后就自动解散去了，没有像今天这个样子像这样子，这个低气压这个台风
这个叫做杜苏芮啊，一直到了北京下了大雨，京津冀地区现在还朝黑龙江啊，快到北极了，那这不得了啊！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大型的改变了。首先这件事情的话呢，因为在京津冀地区的话呢，我估计大概要真的水患要撤掉，大概还要1个月时间。而且现在下一个从涿州开始最要麻烦的事情，可能就是天津了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从北方，你知道那个黄淮平原，你看到一片黄淮啊。黄淮平原都是黄河，就黄河变成黄海了。黄海出海口基本上就是在天津，所以这个的话呢，水灾之后的话2大麻烦。第一个的话呢，灾后的收拾就是极其麻烦；第二个就是卫生的问题，你所有的下水道的东西通通都浮上来，那还得了啊！而且的话呢，撤离的人口是120多万啊，然后呢，受到影响的话呢，就是这个上千万1600多万人受到影响。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但是呢。大陆的制度上一个非常特殊，北戴河会议8月份，北戴河原来是个休假中心啊。大陆有那种苏联那种传统啊，就是大官呢有休假的概念，其实我们都不了解啊。这个一般来讲的话，社会主义国家他们这个高层官员有休假概念，像那个什么这个苏联以前在那个黑海边缘的什么索契啊什么的，他们都是有固定有休假，一边休假一边谈事情。我们在大学里头也会讲到，利用暑假的期间，大家出去过个2、3天，好好把西藏的事情聊一聊嘛。我们有这个习惯，这很正常，绝对不能改。为什么一改的话呢，动摇国本啊？所以说这里面该商量的事情太多了，火将军的事情啊，秦刚的事情啊，大小的事情啊，经济主要是经济发展，如何刺激国民的消费，如何刺激国民的经济的收入，刺激年轻人的就业率的增加，这些都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我相信北戴河会议之后会拿出非常具体的办法。我对于大陆的经济发展非常有信心。为什么？因为它的制度跟美国刚好相反。你要知道为什么美国基建不行？我今天在这苦苦思考这个问题啊，我想拍个视频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基建不行。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但是我得到的资料讲，如果手上有100块钱的话，拜登总统能够使用的不到25%，就剩下25块。剩下的话呢，美国有一些基本上的大小开什么公务人员的开支啦、退伍军人的薪资啦啊，然后这个反正是长期来讲涉及到美国这个立国精神以来，这个钱的一毛都不能少，所以你印钱出来也没有用，这些都分走了。这剩下的25%还有8000多亿的那个军事开支啊，所以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钱。没有钱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拜登还想建高铁，没有钱建什么高铁？美国赚钱的单位都是私人的单位，美国花钱的单位都是公家单位。美国那个铁路啊，不得了，那个铁路那个样子啊，说1年只发生灾害180多次，我都觉得太少了，感觉上每分每秒都会出事的感觉啊，这很破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就是因为呢，大陆本身的制度非常适合搞基建。你放心好了，大陆这种制度的话呢，它本身啊，这个人多好办事啊，集结力量一起办事情的话的情况下，对于基建来讲，对于公家的支出来讲，帮助很大。美国是私人赚钱，但是公家一点都没钱。那我们想问一下彬哥，你又是怎么看这个美国又在出手了，又要限制一些中国的投资？哦，这是很正常啊，因为中美这个对抗不会停下来的，所以美国当然是一步一步、步步进逼。但是美国自己要考虑清楚，他之前制裁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现在是他们自己的厂商在叫苦连天。那他接下来限制了去中国大陆的投资的话，他们自己的人会不会又要叫？他自己要去考虑这些，因为这些人未来都是拜登要竞选的时候重要金主啊。那拜登得罪得起这些人吗？所以到时候会不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去考量。那纽西兰我就一直不懂，他们一直要把纽西兰拉进这个 AUKUS， 然后说你们要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军事情报干嘛？你本来就是五眼联盟的一员啊。纽西兰到底跟中国大陆有什么战略关系？它在南半球离那么远，然后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军力很强的国家，你们到底想要纽西兰干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南半球的国家跟中国大陆八竿子打不在一起？你非要让他去仇视中国大陆，这到底是什么逻辑？我实在搞不懂。但是现在纽西兰之前拒绝，他们现在非常不爽，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又来阴谋论，就说你看你们快被中共拉走了，让我们非常忧心哦。这个做法跟民进党有什么两样？一模一样的、啊，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觉得搞这种东西到底要干什么？对纽西兰人来说，中国大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赚钱的伙伴嘛，他能够让我赚钱，何乐而不为呢？我干嘛要跟他变成敌人？我们彼此之间又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我真的是搞不懂，美国硬把纽西兰拉进来干嘛？那至于说马斯克讲这个，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现在的高科技产业用电量是越来越惊人，对，包括你看台积电它的制程呢，它每月缩小，比如说未来我们现在可能要走到2奈米、
甚至在未来可能现在还在研究1奈米是不是有可行性。那未来这种对电力的消耗都是倍增的。那请问一下，你在有限的地方，你要到底在哪里再去生产更多的电出来？你怎么发电？核融合人类现在还没有成功过。那请问一下，你到底怎么发电？不是只有台湾面临这个问题，全世界的先进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老讲的比较那个一点，就是一些对美国人来说相对专制的国家反而比较好，因为我国家说在这边盖就盖。那对这些美国，你现在任何一个先进国家，你就说要在这边盖发电厂，马上问题就来，环境保护啦，然后居民抗议啦，什么东西全部都来了，要补偿费啦，还要环评，对，全部都来了，所以你怎么干？那所以美国未来到底去哪里找发电厂？他怎么干？所以未来这个是一个未来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马斯克先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拜登应该要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才对，不然美国的产业未来到底要怎么发展？中国大陆是不怕这个东西的，中国大陆说要盖就盖了，他们在北戴河决定一下，说要在这边盖就盖，你怎么办？那至于说大陆这个东西，我看到台湾现在很多人在嘲笑中国大陆，说你看死了这么多人干嘛？我们台湾这一次卡努台风到现在死了4个人，大陆的人口是我们的60几倍，我们等于死了200多人，我们死的有很少吗？我们自己现在中南部正在淹大水，大家要关心一下自己的人。好，那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再带您继续来讨论国际焦点。新闻大白话，这集要带您看到的是中国大陆会不会是谈判的关键角色呢？我们现在你来看到了这张图，可以看到呢，中国现在呢动作很多，尤其在中东方面持续的来斡旋。通过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包括你看了在乌克兰啊、巴勒斯坦、沙国、阿联酋、巴基斯坦。那么1周没有露面了，大陆的外长王毅呢，跟巴基斯坦还有阿联酋的2个外交部长来通电话，就讲到了对于巴基斯坦，王毅表示呢，中方愿意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更多的实务结果。对于阿联酋的外长，他则是说呢，争取早日达成中海，也就是所谓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自贸协定。王毅上一次露脸是7月28号，当时是会见盖亚那外长托德。那么现在有人就讲到了，美国是不是已经太软弱，让中东的国家也受不了了？巴勒斯坦人已经考虑让中国来参与。那么可以再看到的是呢，这个巴勒斯坦的外长说，我们有一个软弱的美国政府，如果未来有和平谈判，为什么不包括中国？中国正在发出想要提供帮助的信号。那么现在更传出中国跟沙国考虑 ETF 互通计划，以深化业务联系。那么路透就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国跟沙国希望在外交关系升温之际深化金融联系，两国的证券交易所正允许这 ETF 对外交易所上市进行谈判。不过我们还要带您看到这一边，沙国呢在举办这个峰会调停俄乌，但是呢大陆将派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出席。汪文斌就讲到了，因应沙国邀请，李辉将到了这个吉达来出席。中方愿意跟国际社会继续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将在8月5号、8月6号举行的日本、印尼、墨西哥的印度、巴西等30个国家都会参加。可是我们先带你看到的是，李辉现在要赴沙国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外媒是中国可能是背后谈判最重要的关键。Politico 就引述了欧洲官员说，中国很重要。上次哥本哈根会议，大多数的与会者都对于中国没有参加感到非常的遗憾。华尔街日报也分析了，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海外盟友，中国被视为谈判背后建立牵引力的关键，足以见得现在中国的地位有多重要。但是对澳洲现在是不是也释出友谊了？中澳关系有没有可能再回暖呢？中国撤销澳大利亚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那么中国商务部终止对澳洲进口大麦征收80.5%的双反税，这是双方关系改善的最新迹象。中国取消了大麦关税之后，澳洲也同步撤销了 WTO 的撤诉。那么
中国罕见让步，取消澳洲的大麦关税，外界关注接下来会不会是红酒呢？尤其是澳洲的贸易部长就讲到了，希望中国撤销大麦关税的举措将进一步适用到红酒。目前中国对于澳洲进口的红酒征收了218%的关税，对于澳洲来讲的确是很沉重。那么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喝澳洲的红酒，他们如果不喝的话，对于澳洲来讲经济受很大的冲击。我们现在请教一下杨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中东这块趋势？现在中国是不是持续在斡旋当中？中东分了好多部分哈，中国大陆其实这个三中啊，就是中国、中亚、中东啊，其实已经变成就是整个北京在从中亚到中东这个区域啊重要的连结。那当然上一次3月10号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外长在北京会面，完成了他们这两个世仇之间的外交的关系的建立。那但在这样一个起点呢，发现到其实除了中东议题之外，中东扮演的角色就更为全面。一个在能源，第二个在地缘。那地缘上，现在中东由沙特阿拉伯它的这个王储进入到俄乌战争的这个协调。其实本来的观点是来自于西方的要求跟影响，希望能够把部分全球南方的国家参与到这个和谈里面。形成一种压力，然后呢，要求俄罗斯接受，制造一个国际的舆论跟压力，不只是来自于制裁俄罗斯的44个国家跟地区，主要是西方为主，欧洲为主，但是呢，也包含了沙特阿拉伯跟他邀请的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因为他没有邀请俄罗斯。那现在关键是因为中国大陆也来了，因为李辉带团来，但是我觉得李辉他没有理由拒绝，是他的态度基本上是劝和促谈，但他没有所谓的这种立场，没有主张说应该怎么去解决，这应该还是要俄乌自己解决。所以如果这个会议是西方国家想要透过沙特阿拉伯或全球南方，或者是把中国拉过来说，你看我们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意见，要求要怎么样和平的解决，要求莫斯科要接受要吞下去，我觉得那是没有用的。你最后还是要让俄乌双方都能够有参加的这个场合，才能真正的达成某种形式的和平会谈。否则的话，其实只不过是花更多的时间，把这个议题变成一个就是这个话语权的这个争夺。那中国大陆如果说这一次拒绝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邀请，那当然可能会跟这些国家，尤其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会有一些这个媒体上会有一些做文章的空间。可是呢，也的的确确在这个拿捏上，我觉得对这个李辉这个代表团呢，也是一个考验。也就是说，他如果说我们方案都提出来了，俄罗斯无条件退出，然后呢，重新举行国际监督的这个选举等等之类，这个东西俄罗斯怎么会接受呢？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不是这么单纯的。那现在看起来，这就又是一波就是美国西方，然后再加上沙烏地，某种程度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去造成这个压力。至于我觉得在这个关税的问题上其实很多国家都拿关税当做一个政治目标、政治的手段来去做制裁。美国不是最多的吗？对不对？那中国跟澳洲之间到底是谁是谁非？我想大家很清楚。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拿掉，我不太能够接受《经济学人》在这个上礼拜所说的，说澳洲经过这3年的经济霸凌挺过来了，澳洲更加强大了。我说，这个最多少喝几瓶红酒嘛，对不对？有这么的严重？当然也有一些麦呀、煤呀这些东西，可是关键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西方舆论呢，对于这些的认定其实真的是有多重标准。那可是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一直在关注的。巴勒斯坦，你知道过去这2-3年巴勒斯坦的这些屯垦区以色列人屯垦区跟巴勒斯坦的这些居住的地方发生了冲突死亡非常多人，而且有年轻人组成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军队抗暴，然后呢跟以色列的军队在对抗。那现在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尤其他的这个联合的这个政党越来越这个右翼，越来越顽固。你看现在甚至通过的就是说司法的改革，让他最高法院不得再去司法审查这个国会通过的这个法案。所以这些问题都会使得以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现在我觉得
美国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处理。中国的角色将来会在这边从沙烏地跟伊朗延伸过来，看看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长久以来的以巴的这个冲突。我们来请教一下苑老师，那你又是怎么看呢？2023年的春季是中国外交大丰收的开始啊！这里头当中的话呢，巴基斯坦跟中国建立什么走廊不稀奇，巴勒斯坦非常重要啊，因为巴勒斯坦人从1948年以色列独立以来，他们那一天出生的人已经75岁了。你要了解啊，当难民当了75年了，而且的话呢，美国不是软弱啊，胡说八道，美国强烈的支持以色列啊。美国支持以色列的时候，就是说，美国，我跟你讲哈，这个6日战争的时候，曾经有美国的这个飞行员偷偷摸摸把飞机从美国开回以色列去打仗的时候，把它经过媒体的翻转变成英雄故事啊！你想想看，这还得了？原来该枪毙的，现在变成英雄啊！顺势就待在以色列了。我自己认得了很多的这个，以前我读书的时候认识很多的人啊，美国人啊，如果在以色列住超过6个月的话，他兵单就到了。他就认定你要当兵了。以色列是非常非常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的。以色列在屯垦区完全不客气啊，进了房子要你的房子的话，人围住你这地方可以种菜的话，剩下的话房子拆了，这边就围住了啊。小孩子拉出来，一下丢石头的话，马上带走啊。哎，我跟你讲，这个影片非常多啊，大家要了解啊。因为巴勒斯坦原来都是敢怒不敢言啊，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就是放在美国，现在搞了75年，你被骗75次就够了，你被骗了75年，你没有办法嘛，没办法。现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要找到中国的话，说几句公道话，因为中国在沙烏地当中有地位啊，对不对？然后在伊朗面前有地位啊，最重要是在俄罗斯面前有地位啊。大家要了解，这个外交事务是很复杂的。最近非洲一个小国叫尼日的，尼日的话呢，居然反对宗主国法国，赞成什么？赞成俄罗斯，喜欢瓦格纳啊。然后呢，中国不撤侨，你难道看不明白吗？中俄联手的势力已经升到了全球各地，所以巴勒斯坦本身来讲的话呢，是因应新的潮流，然后找了一个借口说美国很软弱，因为这种软弱的原因的话呢，就是要说明。巴勒斯坦不能够再相信美国了，因为再搞下去的话，巴勒斯坦是联合国通过的国家呀，他们原来是有国家的，现在被占领以后，每打一次就输一次。现在的话呢，搞得问题非常严重，就是说整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的问题，都因为巴勒斯坦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他们彼此之间相互攻击。整个中东地区最有种的国家就是伊朗啊。伊朗的话呢，派人到了巴勒斯坦那边去打仗啊，就所以说的话，大家发觉沙烏地看这样子搞下去，自己还带着麦加、麦地那的各方面来讲，非跟中国拉关系不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各方面的联系。所以说，像这次李辉去，他代表的话，中国没有表示任何意见，没有中国，没有俄罗斯啊，然后没有美国，那谈什么俄乌冲突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于大家都发觉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搞政治。是搞经济，所以澳洲很自然而然的回啊。就其实我原来喝的那个酒啊，这个 Penfold 啊，这不到1000块是蛮好的，对不对？现在的话呢，就是没有机会了啊。在大陆原来澳洲的酒是以便宜跟好、性价比非常高著称的。另外大家都没有提到龙虾啊，澳洲的龙虾这出到中国是大宗啊，这个龙虾都是很久都没有办法吃到便宜的龙虾，所以澳洲跟纽西兰学，纽西兰的外交部长就讲了，纽西兰外交讲说这个参加奥库斯的话，等于是跟魔鬼交易啊，那还得了啊，对不对？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彬哥，你又是怎么看呢？现在这个大陆对澳洲已经取消了这样子的关税。他取消关税，很显然是他跟澳洲之间达成了某一种协议，绝对不会是中国大陆单方面的让步。中国大陆不会去干这种事情，因为已经僵持了这么久，他干嘛单方面让步？对，所以很显然的，一定是澳洲私底下有跟他们做了哪一些承诺。所以我觉得未来你就是会看得出来。我认为红酒可能应该很快就会解禁，因为我认为是这样子，因为他当然都解禁了，红酒干嘛还压在那个地方？我觉得他陆续都会解禁，但就是看澳洲这边的进程。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其实代表一个什么讯息？代表了澳洲恐怕不是像他表面上说的这么支持美国，恐怕他们私底下已经开始就是不再对中国大陆那么的强硬了。也就是他在美国人面前说，对我有听你的吩咐，我对中国大陆很强硬。可是他私底下跟中国大陆讲，我装样子给美国看，你不要太紧张，我没有真的要对你怎么样。我觉得他们一定是私底下有个默契，不然的话，中国大陆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措施啊，因为他们已经对峙了很久。那在中东这个地方呢，我必须讲，就是美国人想当全世界的爸爸，
可是以色列人是美国的爸爸，所以美国在这个冲突中怎么可能主持公道呢？绝对不可能嘛，因为他永远都是站在以色列那边。实际上，美国为什么跟这些阿拉伯国家突然之间交恶很多？除了他们很多拜登去对阿拉伯国家的一些批评之外，川普那个时候直接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那个就已经造成多大的问题呀、啊！你会造成整个中东对你美国都产生不信任。因为你把我们的圣地直接就给了以色列，那还得了？所以我觉得美国人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情吗？现在是整个中东的回教国家，其实对美国都产生非常严重的不信任。所以我认为，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脉络是，中东这些国家其实当然中国大陆也想进去中东，可是中东这些国家是主动想要把中国大陆的势力引进中东来，因为他们故意要找一个势力来跟美国抗衡。因为这样子才比较容易让阿拉伯国家受到相对公平的对待，不然的话，如果老是美国人在那边乱的话，你怎么可能？你巴勒斯坦多可怜？刚苑教授已经讲了，这么几十年被人家这样欺负，然后完全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势力压力已经大到什么程度？连以色列人都跑去见中国大陆了。就表示以色列人自己也知道，现在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因为以前以色列很扣谁，他就直接靠美国，美国是我儿子，不然你要怎样？我叫他来就来。那阿拉伯这些国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现在中国的势力被引进来之后，以色列也开始紧张了，因为当美国的势力越来越衰弱之后，对以色列来讲，以色列毕竟只是一个小国，他没有战略纵深的，他只要一场仗打输，可能就亡国了。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一定要赶快维持他现在的一个状况，所以他才会，你想想看，以色列跑去主动找中国大陆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美国不是正叫全世界包围中国大陆吗？结果以色列，你的爸爸都跑去找中国了，那请问一下，美国你还要包围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世界大势的变化其实是很快速的。那美国自己的势力正在消退当中。台湾要不要看一看人家澳洲怎么做？提早2年，现在呢，大陆取消了制裁澳洲的大麦，什么原因啊？当然就是因为双方开始友好起来了嘛。大陆商务部讲，从8月5号开始就要终止对于澳洲进口大麦来征收反倾销还有反补贴税。那对于他们的外长先前已经先去过了一次中方黄英贤来说，他当然是很开心，说造福澳洲麦农，造福中国消费者。澳洲人当然总理艾班尼斯更开心，说这是一个好的结果，他还期待着去中国访问呢。而他们自己的金融评论报呢，则直接讲说呢，这可以大大的拉近他要去中方访问的一个时间距离。什么时间距离？现在呢，希望能够尽早来确认啊。原因是因为先前想确认啊，但是呢，一直中方这边好像没有给一个比较直接的回应。其实呢，中澳关系回暖这么一件事情，大家都讲了，从麦子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之外，他们现在不止麦子，还想问那葡萄酒有机会吗？因为他们就是卖农产品嘛，葡萄酒、龙虾、红肉这一些都是澳洲人想卖过去的。特别是呢，先前他们在进葡萄酒的时候，他们自己的酒商甚至还直接跑到了云南这边来用第一款中国葡萄所酿制的葡萄酒。好，当年啊，澳洲对大陆的葡萄酒年出口额最高是12亿美元哦。后来因为关税啊等等反倾的问题降到了1200万，你就知道那个打击是有多深的，所以跑到了大陆自己生产。但是南华早报就想问啊，可是你这个酒，它虽然评你93分，比预期好得多，但是呢，大家的感受上是价钱上面，真的值这个价钱吗？很多人呢，他开始有更多的讨论了。其实除了农产之外，安全防务也一直有在连结。我们都知道了 AUKUS 澳洲在里面潜舰问题呢，他们一直在讲，特别是核动力潜舰。现在呢，美国的核潜舰访问的是西澳，那他们希望能够提升国防战备的合作。可是呢，与此同时，大家想到了纽西兰，先前呢，他们就有布林肯直接跟纽西兰讲 AUKUS 欢迎你。现在呢，纽西兰发布了第一次的国安战略报告之后，他们也要增加国防支出，要因应大国也就是美中之间的角力。好，可是呢，他有特别的写到说，中方啊，他们担心会危害了国际既有的秩序，但是呢，他们也很明确的，曾经他们的外长直接的回应说，他们没有想要加入 AUKUS， 最主要还是这个核潜艇的问题。军事连结应该要怎么样来看
汉呢，这个安全防务上，很多人观感会不同。但是如果是人道援助，大家应该会一样才对。好，这个是中国的和平方舟，现在这是一条医疗船开到了东家，民众欢迎啊。然后同时呢，这7天下来，说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35个手术，3000多个治疗，甚至中医很多人去看。好，大学教授就直接讲了，说呢，这有可能是一种竞争哦，还会增加地区上面的紧张，医疗船会增加地区上的紧张。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美军的司令讲了，说你看看，这表示中国已经在接近在我们家门口的第1岛链啦，而且是进到了20码红线。以这个打football 来讲，这个就叫做红区，已经开始进攻了哈，很紧张。好，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要开始他们往前冲，让他冲过去就得分了。可以这样吗？好，回过头来，我们要请教一下郑源委员，怎么样来看？终于啦，澳洲盼到了大陆这边取消他们的大麦反请。中国大陆从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比较快速有成绩的发展是在2000年之后，也就是这40年呢分成2段，前面20年是一个起飞期，后面20年是一个高空腾飞的一个期间。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2000年到2020年之间，哪一个国家跟着中国同步起飞，获得很大的利益呢？就是澳洲。为什么这么说？你只要看澳洲的经济发展的数字啊，就很清楚。因为在1980年的时候，澳洲跟意大利的人均 GDP 是一样可是到了现在，澳洲跟意大利的人均 GDP 啊，澳洲几乎是意大利的2倍。为什么？因为他们卖了大量的农产品到中国大陆，卖了大量矿产到中国大陆去，所以他们澳大利亚赚翻了。那澳洲人呢就觉得哇，好像有点钱美国人稍微煽动一下，就自以为是区域强权，要配合美国人来打压中国的崛起。中国现在所用的方法，让澳洲知道中国不需要澳洲的农产品跟矿产品，这个日子过得照常很顺利。理由哪来？因为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所有看得见的国家里面粮食自给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粮食自给率高达81%啊，台湾才31%日本才37%啊，所以他根本不在乎你国外有没有农产品进口。再来，你说矿产品，澳大利亚的地带地方很多啊，非洲啊、印尼啊，甚至于加拿大也在卖啊，美国也在卖啊，所以你没有优势。那经过这个惩罚了以后呢？澳洲开始学乖了，换了一个总理上来，开始跟中国想要弥补，但是澳洲的国防外交基本上还牵制在美国的手上，短期内没有办法去解脱，中国只能用这种经济的利益来作为一种平衡的手段，让澳洲不要太夸张，但是澳洲仍然会很夸张，这个我预告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的政客换来换去，变来变去啊，他要走到亲中是不可能。但是要走到反美也不可能，所以会在中间经济利益跟安全的绳索之间绑在一起。澳洲根本没有安全问题，澳洲只是碰轰夸大自豪，想要像美国一样在太平洋嚣张而已对于纽西兰，其实也有这种心态啦，只是因为国家小、力量小那未来会怎么发展还有待观察。所以他们外交部长这么讲，国防部长又讲另外一套，就是一个小澳洲的典型的发展。那只是现在纽西兰的经济更糟糕，更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那我们就看看怎么去运作这个吧。中国的医疗船到东家去治疗，这是一个人权人道的一个表现。美国有没有医疗船？有啊，那美国为什么不做？这现实问题啊。当时 COVID-19 发生的时候，川普把他们军方的医疗船拉到纽约港口来，晃了2天又拉回去了，什么事都没做，你都拉到东家，拉到南太平洋。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因为美国是用战区中国大陆的几个战区都只在中国大陆内部美国的战区是划到别人的国家去南方司令部就专门在管中南美洲的他们要控制巴拿马运河是这个南方司令部那南方司令部的这个女性的上将讲话很好玩，中国已经进入我们南方红区的20码线上，中国有在那边设军队吗？中国有在那边建立军事基地吗？中国只在那边做基础建设，中国只在那边盖学校、盖公路、盖码头、盖港口，
那你美国做什么？你美国就开个舰船，整天耀武扬威啊！你要不要改变你的思维？好像是中南美洲就是我美国的什么禁卵，我的后宫啊，不可以让人家染指。如果美国老是这样想的话，你要看看中南美洲怎么看你美国。你就是个黑道嘛。虽然你是个女性的上将，你就是个大流氓啊，个女流氓嘛，就跟那个什么日本那个吉道夫人一样嘛，你没有两样嘛，你讲话根本不像话，你的行为根本没有君子的作风，还亏你是什么美国名校毕业的哈，所以我是觉得你要嘛，你就是把和平医疗船拉出来，大家比赛讲这个都是废话一通。好，确实啊哈，但是呢，在这个不论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别，但是你在讲话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问说，哎，你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论述，你到底是以什么为依据？然后请教将军了，您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呢，其实在澳洲、在纽西兰、在整个南太的部分，看得出来动得很厉害。你听他讲的形容什么叫20码线？我在美国看很多这种 football 片，因为20码一个冲锋啊就 try 了，就得分了，所以他认为这是20码线，而且面对20码线呢，他防卫啊力量要集中，战术也要调整，怎么样把人家扑倒？南美有这么严重吗？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拿这个形容词是不是有问题？第二个，很可能现在美国重心没有放在南方司令部。因为美国这么多100年来，它的门罗主义就是认为南美跟加拿大是它的禁卵，是它的后花园，是它门罗主义保护的属地，所以搞的那么一个这个南方战区在那里就在镇压的。但是现在最近他讲这个话的意思呢，是有感南美洲很多领袖啊是左派当选，而且也没有像以前这么怕你美国了，所以他们这些国家在玩这个两边游戏，跟中国大陆勾勾搭搭，跟你个俄罗斯勾勾搭搭，跟你美国来来往往，他们是获得两边的好处。这个上将我相信讲的不是军事上的20码线，他应该讲的是这个南美洲的政治氛围啊，已经到了可能有变化了。第二个，任何一个军事将领，你不受到重视，你的预算就没有了，你的部队编制会缩小。所以这个话可能两个意思，他是利用政治上的这个变化呢，想出他很危险，要获得国防部的重视跟加以支援。是，所以就跟刚刚严老师讲的，在巴拿马见面那个叫什么？就像我们在选举场合，一大堆人给你签名照相，我们一起去公庙。对呀，那个没有政治上的意味。假定说赖清德在美国大陆降落，这个副总统去接机，那个事情大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外交上很仔细。上次人家还在比谁的红地毯多长，蔡英文这次去的红地毯大概那不是红地毯，那是旁边的宣传布条拿来。不管怎么样，这个都是在做比较性的嘛。所以你这个拿赖清德为什么不被美国好好接待了？人家拜登会正在和缓的时候，你那边要接待你一个台独的这个忠实执行者，那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问题啊，我讲今天媒体都很多。这些绿媒就喜欢移花接木、乱戴帽子了，对不对？今天讲起来，把移美政，我讲你对美国不够了解，你还没资格移嘞，你移什么啊？是，对不对？移的人就是因为对你了解，我发现什么问题，我才会有移美，对不对？我想蔡老师在美国也读了那么多年书，我在美川大也读了，才会有移美的言论嘛。看你以前的行为，这么做的轨迹。就知道你下一步在干什么嘛，所以这个东西啊，不要乱扣帽子。是，来请教严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澳洲啊，就是刚才这个蔡委员也提到，我记得我有一次到澳洲去，那澳洲这个真的是靠卖这些原物料矿场啊，铁啊、铁砂煤啊这些到中国大陆，那他们有个西澳省，当初因为靠卖这个东西到大陆。赚了很多钱，所以呢，他们对他们的老百姓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举动，叫做减税。然后这个减税的名字叫 Chinese Tax Cut，
对，真的这回事没错，这个很有名，这个很有名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们这个从中国在买它的原物料，不管是农产品，不管是这个矿场，都是对澳洲的经济很有帮助。那你站在美国这边，我觉得就是说，美国没有给你得到什么好处。我觉得到最后啊，因为美国以前在冷战时期，他会释出经济的好处来利诱他的盟友，包括台湾嘛。我们在台湾、韩国，要不是靠着美国的市场对我们大量的开放，我们的这种轻的工业产品，然后纺织品、鞋类进入美国，几乎是没有税。就后来这有一些 quota。靠这些，我们才成为四小龙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在讲说，美国其实它这个开放也是有一点点像圣经里头讲说，它呼召的多，被选上的少，就是说啊，跟你他就说，哎，你跟着我走美国这一套理论的啊，拉丁美洲的时候不愿意，结果台湾跟韩国跟着他走。但他就开放了，等于到80年代末期，当我们经济好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你们毕业了，你们不能再享受这些优惠了。”那但是我们也站稳了。可是美国从那个80年代、90年代以后，真的没有对大家有开放。我们可能还记得中国大陆那时候有个最惠国待遇啊，最惠国待遇也是一个误导的名称。什么是最惠国待遇？就是说我今天给你的待遇，不会差于我给其他的国家，就所有我给别的国家的好处，你也可以一样享受，但是你不是 most favor 啊，你是 least discriminated， 就是你不会被歧视而已。这有点像我们过去有一些就是说我的每一个女朋友，我都带她去同样的地方啊，我没有超出对，所以对你也是最优惠的。那我觉得美国过去愿意做一些东西，但是现在都不愿意做。可是大陆买的时候，大陆我觉得就是靠它现在过去20年的购买力啊，让很多的国家必须在政策上面要做一些调整。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澳洲可能你到最后要去想一想，你跟着亲美国的最后的结果，你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去想一下，10年前我最爱考学生的一个考题是什么？是澳币、加币纽币跟美金哪一个最大？有一阵子澳币比美金还大，对加币也比美金大，为什么？靠原物料那现在当然差很多了，所以就是你去想一想，就是当你跟着美国走以后，你原物料没有到卖给中国的时候，你的那个币值都差很多。那至于这个20码我觉得你不要那么紧张，通常。这个20码的得分率不到50%啦，只有30%啦。真的，防御很严密，防御很严的。那个时候大家因为你的空间小了，那个跑位的都不是那么容易跑。然后还有一点，到最后结果都是只有踢一个角球踢一个那个3分球就结束了，所以没有这么严重啊。打篮球教学，但是对自己有信心啦。你为什么觉得你挡不下来了，对不对？一定可以挡啊，是不是？对自己有信心。但是你就要看看现在国际间确实局势有点在变化。好，来看到8月5号，现在呢，沙烏地阿拉伯他们要办一个乌克兰和平峰会，有邀请大陆、中国。好，现在呢，大家一直在问中国有没有人要去？有啦，李辉特使现在确定了，他就要去这一个峰会。那当然，大家就会认为了，中方有来，应该这一次比较有可看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上一次的哥本哈根，他没有去，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讲说，那这样开会是不是能够有出现实质的效果？对于他没有参加感到遗憾。好，现在呢，为什么沙烏地阿拉伯在办？中方会去，大家就在讲因为他们现在正好着呢。来看到现在两地开始 ETF 互挂，要来进行谈判，甚至呢航空上头开始有直航飞机飞过来飞过去。那就连王毅，王毅下在中东这边，基本上他也是蛮给力的，很这个在上面琢磨，包括了一个星期呢，大家说这星期
期好像没有看到他，结果他昨天是跟巴基斯坦还有阿联酋的2个外长来通电话，要争取的是中阿还有中海峰会，希望可以早点达到中海的自贸协定。看到这边有没有发现，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在讲两边怎么样合作，特别是经济上的合作。他们跟阿曼呢，现在也要进行这个庆祝45周年，同时呢，他们也发现了，在整个大阿拉伯地区是对年轻人的调查。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说阿拉伯基本上美国的天下嘛，可是现在做出来之后，发现说呢，对18个阿拉伯53个城市3600名年纪是18到24岁的年轻人，80%的人认为中国是他们的盟友，在美国的部分也高，可是只有72%输给了中国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表示这几年来的政策转变，这几年来的经贸互访真的起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再加上了现在巴勒斯坦也说我对美国好失望哦，所以呢，他要转向中国。特别的是，因为他一直以来他们有一些历史性、政治性的问题，那希望美国来帮忙。可是他觉得拜登太软弱了，所以呢，他反而希望中国能够多帮他说说话。一直以来，我们觉得说美国是不是真的对于油啊这一块他们会完全撤？他说没有，不会让中东真空。所以现在呢，又把这些船给开进去，要来武装啊。同时是什么？是保护这一些经过的商船啦。他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赫姆兹海峡这里，他们不会完全的给它放空。所以呢 ，F-35、F-16通通开过去，甚至就连2栖空旗舰巴丹号，还有2机船坞等等，全部都送过去，就是希望不要在这里让自己完全没有话语权。可是呢，金砖国家月底即将要进行，委内瑞拉现在呢申请要加入之外，有40个国家申请加入。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要加入？因为呢，在这一次很有可能会讨论到，包括了去美元化，或者是用美元以外的方式来做结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油、美元、美债这问题可能很多。来，回过头请教一下政援委员怎么看？李辉现在要出席沙烏地阿拉伯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那我们回忆一下，去年在欧洲有很多会议，什么北约峰会啦，什么北约外长会议啦，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啦，还有欧盟会议啦，哇，一大堆会议，只有一个目标，鼓励乌克兰好好的打这一场俄乌战争。结果啦，现在啦，开始这是欧洲国家开始在转向，先找丹麦出来，你来主持和平会议，因为德国、法国这些脸皮太薄了，不好意思自己站出来说我要主持和平会议啊。因为他们希望说，透过和平会议，可不可以塑造全世界的舆论压力，给俄乌战争能够熄火。那丹麦开的是会议啊，结果呢，初步探视效果不彰，因为中国没来。那现在他们又找上了，其实沙烏地阿拉伯是他们欧洲国家找的啦。他说，那丹麦不行，你比较有钱，你来啊。那沙烏地阿拉伯办这和平峰会，这中国不能不给这个面子啊，所以非来不可。李辉本来就是习近平所指派的处理俄乌和平议题的一个专职的大使，所以我们当然期待的沙特举行这个和平会议啊，会对和平进程呢有一些帮助。那否则老是卡在那边，乌克兰整天在外面宣传他们反攻多厉害，可是事实上很惨啊。那俄罗斯呢，宣传说，哎呀，他们挡住了攻击，事实上每天也在花钱啊。所以这2方面眼看着都混不下去了，混不下去，面子上挂不住，又要下来。那好吧，大家赶快搭楼梯吧。这个丹麦楼梯太小，下不来。那现在就沙特吧，沙特不行，看以后换谁。这是好事那中国跟沙特的关系本来就非常的密集。那这个有关于中国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也在积极在推动。对，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是一定会成功的。那阿曼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国家，那跟中国之间呢，这个建交45周年，这没什么特别。对于杜拜公关公司讲说，有多少72%的阿拉伯人认为美国是他们的盟友，是好朋友。这个公关公司根本要开除，他怎么不去问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会有72%认为美国是盟友，是吗？
一定是调查几个比较有钱的国家的一个都会区的年轻人嘛，所以有72，那导致令人压抑。他们对中国认为有80%，那80%跟72%当然差距，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美国人可以解释误差范围吧，好，自我满足一下。巴勒斯坦就是我讲的，他们本来一直他们2个派系，哈马斯是非常反美的，那法塔相对比较期望美国能够帮忙的，那现在这个负责的政府的人是法塔这个派系的，那巴勒斯坦对美国失望，转向中国，他们什么时候对美国有希望过啊？这个标题我觉得很纳闷呢。他们一向是以前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嘛，那后来不被视为恐怖组织的组成了这个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现在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很复杂。那中国也想办法在凑合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能不能慢慢的和好。是。美国要重返波斯湾也不是什么新闻啊，因为本来在那边就有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嘛，又有第5舰队在那边嘛，那只是可惜前一段时间他们荒废学业，对于他们该做的保护这个波斯湾的油轮不受这个伊朗或者其他的这个羁押或者这个控制一直没有做好。那原因不在没有军力啊，原因在哪里？你没事干，美国去在马六甲海峡去羁押这个伊朗的油轮干什么？那伊朗当然会报复了。你今天再多的飞机都没有用，为什么？那地方太窄了。伊朗就在旁边，伊朗高原比较高，你那么地势比较低，他开你2枪你都受不了了，何况是油轮。所以这个是在虚张声势啊。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哈，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样来看中东这边的情势。那个后面是海。好，以前我们讲到中东，大家都觉得跟美国很好啊，但现在呢，大家在问是不是局势有点改变？特别是在赫姆兹海峡这边，现在是美国把战机还有战舰通通先开回来了，请教将军。因为是这样的，赫姆兹海峡是等于是伊朗的内海一样，它可以在很窄的地方可以封锁。那伊朗被美国制裁很多年，那他自己的油轮进出，他唯一的反制的办法就是说，你禁止我，我也禁止你去别的国家的油轮。所以以前有过这个伊朗的海上的快艇去扣人家的油船，扣人家的油轮。那为什么美国这次要动手呢？因为沙特跟这个伊朗2个建交了，而且曾经前一阵子放个消息，要建立中东的这个联合舰队，就是他们可能买中国的这个052D，对不对？那加上伊朗自己的无人机也做得很多，也很发达。那伊朗的核能武器已经到了快要可以突破了，它的浓缩铀已经到了60%、70%了，就可以制作核子武器了。所以美国现在感觉到危机感了。如果这个事情再不介入啊，那核子武器突破，再加上海军，就沙烏地有钱，伊朗也有钱啊，跟中国大陆买这个052大区、054。那真的赫姆兹海峡、阿拉伯海，美国就 lost control， 就对这个地方，在军方来讲就失去一个地盘，所以他现在就打什么名义呢？以前你伊朗常常威胁别人的油轮嘛，我派军舰去保护，军舰保护不够，还派飞机进驻，这哪里是保护一个商船嘛？你美国有这么世界警察的决心吗？为了一个商轮派军舰、派飞机？我们不要太天真了，好吧？这个就是这一个借口，我能够介入这个地方，不让你胎死腹中。你的阿拉伯联合舰队没有建立啊，你这个原子弹也没有做成，我这个时候插手下去，就让你起不了作用。是，这是一个先制的一个作为，是先制的作为，而且是战略性的作为，因为要维护一个海峡，但是呢是把最先进的 F-35也开过去了，F-16也开过去了，然后所有的这些2栖攻击舰通通开进去，那到底打的是什么样一个主意？我们先进广告，回来请严老师帮我们总结。最后我们要请严老师帮我们总结。
我想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在波斯湾这些动作，就发现美国确实在全球布局上面会造成它经济实力没有这么像过去那么强的时候，你还要继续有这些外交这个安全、这个军事的野心，就是过去美国一个历史学者讲的帝国的过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 就会造成衰退。那中国大陆也是在全世界布局，可他不搞军事的，不像俄罗斯还跑到非洲去搞军事，他只搞外交，也搞一些一带一路，但是会不会造成它的过度延伸，然后也会造成衰退，就看大陆会不会花很多的钱投资在全球的军事布局。如果他不搞这个全球的军事布局，他可能这种风险就会少很多。那我们过去研究从罗马帝国到这个大英帝国到西班牙这些帝国的兴衰，都是因为过度延伸就是你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的时候，你还要维护你的外交或者这军事野心，那在中国的历史里头叫做什么？西汉啊、汉武帝啊，穷兵黩武那这个就是会造成最后衰退的原因嘛。那研究中国历史的也是啊，他每次要研究这个为什么哪个朝代的兴衰，都是到中叶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人穷兵黩武之后，哪个皇帝穷兵黩武之后，那就造成国库虚空。我觉得美国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中国大陆如果他今天要把军事也要搞到这么大的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类似的问题。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还是搞外交。那搞外交在中东很受欢迎。为什么？大陆从来不问你的人权记录如何他也说我不干涉你内政，我尊重你主权完整。基本上就是他不会，你跟他交朋友，他不会要颠覆你。